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恩，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频道。这期我们继续探寻 Pi Network 在物联网、医保、电子身份等方面的实用可能性。Pi Network 在这些领域的破局点在哪里？希望能够帮助各位。高恩目前主要跟进 Pi Network， 分享传递思维观点，以后也会分享趣人趣事、知识故事、探索未知、实用资源的内容。大家点赞、订阅、分享，点亮小铃铛，打开提醒，支持下高安。我们先来看现实情况与趋势。在2018年，全球就有数十亿人受到个人数据外泄的影响，以至于不少人时常调侃：现如今哪还有什么隐私？那么我们就需要寻找更为安全的方法来存储、传输、验证敏感信息。不仅是在身份验证方面，同样也可运用于医保等方面。另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开始提出移动数据，探索自动化。随着各类型创新设备的融合，以及这些设备所创造的连通性，最终催生出了物联网的概念，而且在迅速发展。开始意味着互联网连接的不仅仅是计算机。那么在这些现实和趋势中， Pi Network 能否寻找到一些突破点，出现合拍的实际应用呢？接下来看电子身份与 Pi Network。 本质上来说，当一位公民向合法机构提供了他的个人文件，让他产生一组唯一的哈希值，也就是电子指纹。这个长串字符让这位公民的信息既可以随时被合法机构进行验证，同时又不会明确地分享出敏感信息，从而起到信息的安全验证、保护其隐私的作用。同时，机构可以在产生公民信息哈希之后，接着创建一个用来验证该哈希值的电子签名。这一套信息可以被视为一组有效正式文件。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每个用户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个人数据，可以将其存储在个人钱包里，并且能够自主决定何时以及如何与其他人共享信息。这样做的优势自然是大幅度降低了敏感信息存储于中心化数据库带来的风险，同时可以通过密码学系统提高隐私级别。正如刚才提到的，能够在不涉及详细信息的情况下进行有效性验证，增加了信息的安全性。由于用不同人的有效信息合成的虚假身份，每一部分它都是真实的，所以有可能会被某些系统误认为该身份有效，也许会有不法分子利用合成身份进行诈骗。所以配套的电子签名就是另一层保险。那么 Pi Network 在这一领域有什么能够与之结合的呢？其实电子身份系统想要普及还面临一个大的挑战，就是51%攻击的可能性，造成的后果会很严重。也许私有链是一个解决方式，但是也就更中心化和少民主化。所以这就要求电子身份系统需要一个更为分散、更为广泛的公链系统，而 Pi Network 的节点遍布全世界，这点就是和这一领域最合拍的突破点了。当然了，也许对于各国政府来说，自己研发私有链更符合现在人们的认知，但是随着区块链普及和全球一体化，谁又能说得准未来一定不需要一个全世界统一的身份系统呢？然后来看医保和 Pi Network， 与电子身份相同的道理，信息的安全存储也是医保领域的需要。而另一方面，在医保领域还有一点需求，就是病人信息的同步更新。而现在医保系统其实大部分还都是私有的网络类型。其实聊到这里，我们还是以刚才的观点来看这一领域，是继续保持现有的封闭状态，还是探寻世界统一的医疗系统？不管怎么样，这一趋势或许还太远，但它确实存在。我们可以从这几个优势来简单聊一聊。第一点，
增加安全性，数据不可篡改的特点，数据安全性将不再是顾虑，同时削减中心化服务器产生的费用。面对黑客网络攻击的时候，抗风险能力也就更强大。第二点，互通性，能够提升各个诊所、医院以及其他医疗服务机构的互通性。只要是授权的节点，就能进入到病历记录，甚至是药品分发记录的数据库当中。第三点，可及性和透明性，要确认修改病人病历的需求，也可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运用得当的话，这种验证模式将对病人提供额外保障，有利于排除人为因素导致的错误。第四点，可靠的供应链系统，可追溯的特点可以让医疗系统能够追踪到药物和器械的走向，解决药物造假以及器械质量的问题。第五点，保险欺诈保护，存储在区块链上的数据是不可变的，同时这些数据包括费用明细都会分享给保险提供商，来防止欺诈的发生。第六点，临床试验的招募，链上的医疗数据可以让临床试验的招募者们识别到哪些病人适合来做测试。实际上，以上这些优势，现有系统已经具备了其中一部分了。但是，要做到更好，就需要继续探索。我们在这里可以试想一下，一个现在运行过的医疗系统，只有自己的数据，或者还有几家合作机构的数据，基本上会具有地域相对集中、药物器械相似等等的缺点。如果是开放的派供链上的医保系统，病人数据更为分散，涵盖人群广泛，药物器械类别多样，这可以让医疗系统的互通性做到更好。再看物联网和 Pi Network， 物联网技术基本上是多个物理设备和对象的网络互联，通常包括由传感器和非计算设备所构成的网络。该网络与计算机或互联网上的设备进行通信。这些传感器可能包括恒温器、心率监测器、洒水器和家庭安全系统，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过的远程监控、控制和自动化。而在物联网领域，许多系统可能依赖于数字对象之间的金融微交易，这就要求物联网设备支持所谓的 M2M 方式进行连接。这个过程基本上就是非人为设备之间的货币兑换。起初，许多人认为区块链本身将是 M2M 经济的基本框架，因为它适用于小额支付，并且被广泛运用于加密货币。但是，这个过程对于网络中每秒可处理的交易量有着更高的性能要求，所以大多数工作量证明和权益证明的区块链项目，在其可拓展性方面有着局限性。而使用基于联邦拜占庭算法的 SCP 协议的 Pi Network， 在处理交易速度方面有着它自己的优势。未来随着节点数量的增加，其可容纳同时的失误处理数量将会越来越高，这一点将会使 Pi Network 在物联网领域破局点。OK， 对于实例应用方面，基本上就聊这些了。还没订阅我的，赶快来一波3连吧！接下来，在等待 Pi Hackathon 结束的这段时间，高安会分享几个交易指标，也算是为了将来做准备。欢迎关注公众号混沌界，获取高安个人最新内容以及实用软件资源。至于群组，短期还是会以 Telegram 为主，扫描屏幕二维码加入群组和大家讨论吧。如果你对交易市场感兴趣，个人推荐币安交易所，注册链接放在说明区和评论区。我是高安，下期再会吧，拜拜。